我做得唔夠好啦，唔係佢又點會成日都想逃走嘅？大家好，歡迎返到嚟日常研究部。有個事實係，貓想要嘅嘢好多時都超出主人嘅能力範圍，特別喺佢哋後生又天真嘅時候，唔知道自己嘅能力係幾有限。作為家貓，身手唔夠，對馬路啲車完全零概念，亦唔知街狗有幾惡，加埋層層疊嘅市區樓，對佢哋嚟講根本搞唔掂。如果你由得隻貓自由出入，有啲可能喺附近 hea 下就滿足，但有啲貓轉個頭就真係走失咗，可能要隔幾日甚至10年後先拖住個病跳失返嚟。不過絕大部分其實係出咗事，想返都冇得返嚟啦。今集我哋會講下主人可以點樣做好防貓走失嘅措施，同埋理解下佢哋背後嘅諗法。如果你係第一次接觸我哋呢個頻道，主要係探討生活同寵物嘅有趣話題，有你哋嘅支持，我哋至可以持續向前。要知道，就算你隻貓平時睇落有幾乖，佢哋都隨時有機會走失㗎。特別喺香港，春天同秋天係最多人開窗嘅，加埋大門就係佢哋黃金嘅逃走路線。而且唔少貓會記住上次差啲走甩嘅位置同方法，會一試再試，直到成功為止。接落嚟，我哋會綜合10個貓離家出走嘅真正原因，連同埋實用建議。記住睇到最後啊！居家安全漏洞。首先，無論你隻貓有幾咁想走，只要冇實質出口，佢就走唔到啦。但最棘手嘅係，佢哋其實識得打開大部分嘅門窗。當你以為裝好窗網、門網、圍欄就萬無一失嘅時候，點知冇耐你就發現，唔係俾佢哋搲爛就係咬鬆，甚至學識埋自己打開添。最伏嘅係，有啲圍欄嘅罅隙根本太闊，或者都冇頂到去天花，裝咗就等於冇裝一樣。仲有你可能完全冇諗過嘅漏洞，好似門窗旁邊條好窄嘅罅隙，通去窗外抽油煙機條石子口，甚至舊款抽氣扇嗰個通風口咁，佢哋都會嘗試去破壞、捐窿捐罅，爭取任何一絲嘅機會。除咗要關好門窗，市面上一般窗網、門網其實唔夠安全。最經濟嘅做法，可以考慮安裝高密度嘅格仔鐵網，用索帶綁實，記得要覆蓋成個窗框啊，確保冇罅隙至得。如果可以，最好喺窗門度再加埋個安全鎖，可以防止貓自己打開，仲可以限制開窗嘅闊度。至於大門或者露台通道，圍欄最好高度上天花，欄杆嘅罅隙唔好多過1寸，而抽氣扇嘅通風口、抽油煙機嘅排氣管，可以視乎實際情況加裝返個安全鎖或者鐵網保護。最緊要係定期檢查同維修啊，唔好俾貓有機可乘。當然唔可以唔提嘅係，防貓係全家人嘅事。只要有一個大意或者手軟，佢哋就會一次又一次咁走甩。發情期驅動，唔好睇小荷爾蒙嘅影響。發情期嘅貓可以完全唔理後果㗎，特別係公貓可以喺出面流連成幾日甚至更耐，唔係打交就交配，有時玩到唔捨得返，又或者搞到成身傷晒先肯返嚟。母貓都會想出街嘅，不過就特別中意喺夜晚先出動。相比之下，母貓對主人通常會較忠誠，因為佢哋需要一個安全嘅地方嚟懷孕同生貓仔啊。幫貓進行絕育係最有效嘅方法，可以大幅減低佢哋發情後想逃走嘅慾望。意外逃脫與迷路，
唔係每隻貓都一定主動想離開屋企嘅，有時只係因為意外。例如你剛啱開門返屋企，有客人突然到訪，速遞送貨，或者大門開咗好耐，你隻貓都可能因為一時好奇，或者俾啲聲音嚇親，衝咗出去，最後搵唔返路返屋企咯。其實呢種情況非常普遍，特別係從來冇出過街嘅室內貓。可以參考返居家安全漏洞嗰段，提到喺大門通道前安裝圍欄嘅內容。環境突然改變，貓係習慣性好強嘅動物，生活中少少變動都會令佢哋感到壓力。例如屋企多咗新嘅家庭成員，裝修、搬屋、開 party， 甚至連吸塵機嘅噪音都可以搞到佢哋好唔安樂。如果你鬧佢，怪佢點解唔用沙盤隨地便便，甚至用懲罰嘅方式對佢，佢哋可能會好驚，又或者覺得自己唔被接納，情緒一爆就諗到盡快揾機會離開呢個屋企啊！盡量減少或者遠離壓力源咯。貓通常要環境夠靜、穩定，先可以令佢哋覺得安心。如果問題只係出自你自己嘅情緒，就真係要為隻貓好好諗下啦。長期壓力累積，唔同貓有唔同性格，有啲脾氣好急，有啲就比較忍得。但如果長期喺噪音下生活，又經常有外人出入，屋企人又成日鬧交，再加埋你仲長期放負情緒波動嘅話，最終你隻貓都可能會身心疲倦，想搵個靜啲嘅地方重新生活。雖然佢未必即刻有行動，但一旦有咗想走嘅念頭，可能就好難改變啦。可以參考返上一段環境突然改變嘅內容。狩獵本能驅動，就算係長期生活喺屋企嘅貓，都仲保留住狩獵本能。何況出面個世界有咁多新嘅氣味、聲音同景象，特別係雀仔嘅叫聲、昆蟲、蝴蝶呢啲會喐又識飛嘅嘢，對佢哋嚟講真係好大誘惑。好奇心、興奮感加埋狩獵嘅衝動，好易翻晒嚟。如果佢哋之前見識過外面幾咁刺激，就更加容易俾本能帶住走，成日諗住點樣再走出去啊！可以多啲同佢玩啦，俾多啲玩具刺激佢嘅感官，甚至考慮養多隻貓去轉移佢嘅精力。如果屋企生活夠豐富，有挑戰性，佢就唔會咁容易俾外面吸引啦。領地擴張慾望，貓有強烈嘅地盤意識，特別係公貓，成日都中意探索，想擴張自己嘅勢力範圍。當佢哋察覺到附近有其他貓出現嘅時候，無論係擔心地盤受到威脅，定係純粹好奇，出街巡邏嘅慾望就會更強烈。要留意，即使做咗絕育嘅公貓，呢種本能都未必會完全消失。絕育可以有效減低佢哋搵新地盤嘅衝動。雖然有啲公貓可能已經養成咗習慣，但對母貓嚟講，絕育後通常會定性咗，好少仲再諗住離開屋企啊。戶外習慣養成，雖然間中帶貓出街散下步，吸下新鮮空氣，聽下雀仔聲，確實可以幫佢哋減到壓。但如果養成咗經常出街嘅習慣，佢哋就會開始對出面產生依賴，好難再適應全室內嘅生活，成日都會諗住要出去。呢種習慣一旦建立咗，就真係幾難返轉頭。
可以試下喺屋企加返啲戶外元素，例如種下貓草，放多啲玩具，整間貓屋咁咯。等佢哋覺得屋企都夠晒好玩，自然冇咁掛住要出街啩。不過每隻貓嘅性格都唔同，有啲真係憂鬱喺屋企就會搞破壞，成日喊，見親你就大嗌。有啲反而因為每日有定時出街就覺得好滿足，亦有啲會變得要求越嚟越多，最後直情走咗去，以後唔再返嚟。如果你隻貓本身唔習慣出街，仲要好怕醜下，咁可能反而係一件好事。情感需求不足，現實中真係有唔少貓最後移情別戀㗎，跟咗你隔籬屋個鄰居咯。好多時可能因為喺屋企長期冇人理佢，覺得自己可有可無，咪睇下有冇其他人會識得珍惜佢，真係會對佢好。最難過嘅畫面係，通常當主人發現嘅時候，無論點氹點求佢返屋企都好，隻貓都係無動於衷。其實要令貓感受到被關注，只要每日用心陪佢玩下，摸下佢，同佢傾下偈，短短10至15分鐘已經幫到唔少啦，起碼唔會俾佢覺得自己俾人忽略。如果你覺得佢真係太孤單，可以考慮養多隻貓，等佢有個伴咯。外部誘惑，有啲貓如果發現隔鄰屋嘅嘢食好味啲，又或者嗰度有人成日陪佢玩，最終可能會一腳踏兩船㗎，甚至唔再返嚟。雖然呢種情況都好常見，但通常都係因為佢哋本身已習慣咗出街，又或者成日有人接觸到佢哋。嚴格嚟講，通常都係加埋其他因素一齊影響咁，唔會係唯一原因。最基本，記得幫隻貓戴返個有身份適應到嘅頸圈，等其他人見到就知道佢其實係有主人㗎。如果附近鄰居見到佢，起碼可以同你打小報告，話你知佢去過邊啊。總括嚟講，動物天生就鍾意接觸外面嘅世界，呢樣嘢係佢哋嘅本性嚟㗎。無論你屋企環境有幾好，想逃走，想出去見識下，都係好正常不過嘅事。但如果你隻貓發現逃走嘅難度好高，而屋企又夠安全，有好嘢食，又有人錫，有得玩，又有挑戰，咁佢想走嘅慾望自然會慢慢減弱。不過要記住，永遠唔可以掉以輕心嘅。就算佢幾年都冇試過走失，可能就係嗰一次機會，你連反應都嚟唔切啦。如果你正打算養貓，你其實準備好未㗎？歡迎分享交流你嘅諗法同經歷，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，按讚，同多啲向身邊鍾意貓貓嘅人分享。多謝你睇到最後。